你是不是也觉得能长命100岁就是一个人这辈子最大的福报？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身边一个很现实的现象，为什么同样是70、80岁，有的老人家每天笑眯眯地去公园泡茶，去庙里做义工，气色红润，而有的老人家却天天在家跟儿女大呼小叫，活成了全家人的噩梦，最后凄凉卧床。很多人以为晚年过得好不好，全看退休金存了多少位数字，或者儿女有没有出息。但你仔细看看身边的真实例子，多少有钱的长辈，最后是带着满心的怨恨和遗憾离开的。其实，我们真正怕的不是头发变白，脸上长皱纹，而是老了以后失去尊严，变成一个被嫌弃的负担，在求不得与爱别离中日夜煎熬。那种精神上的内耗比肉体的衰老更可怕，这是我们这代人心里最不敢触碰，却又最深层的恐惧。别担心，福报从来都不是天公伯随机分配的。今天我会用佛法最通透的智慧，为你点醒晚年有福之人身上的3大护体特征。看完这支影片，你不仅能彻底解开对衰老的恐惧，还会掌握不用花1分钱就能清空心灵负债的方法，让你下半辈子活得通透，走得从容，保证能堵住你身上正在漏掉的福气，换来一个清净自在，绝对不拖累儿女的安稳晚年。佛学里管那种晚年痛苦的现象叫晚年业力现前。年轻时我们气血旺，心里的委屈、恩怨，或是对身体的透支，都被这股生命力硬压了下去。你以为坎都过去了，可一旦过了60、70岁，气血衰退，身体防线一松，年轻时种下的恶因，结下的怨气和执念，就会像冤亲债主一样找上门来。如果你现在活得很累，操不完儿女的心，生不完的闷气，坐在客厅看电视，心里却莫名发慌，那你得小心了，你的福报正一点一滴在漏掉。想晚年有福，身上必须要有第一个特征，懂借假修真，不认贼为父。我们常感叹人生无常，却未必懂里面的深意。我们总以为身体是自己的，为了让这具肉身吃好穿暖，有面子，拼命去争名夺利，甚至跟人斗心机，占便宜，不惜透支本来的福报，换来的全是死后带不走的东西。但佛法告诉我们，身体只是个载体，就像一间你租来的旅店，你只是暂住在这里，等租约到了，终究是要退房离开的。我跟您讲个真实故事。我认识一位做传统加工业起家的林董事长，早年他在闷热的铁皮屋工厂里，靠提神饮料配药酒死撑，硬是拼出一家大企业。他一辈子争强好胜，脾气暴躁，在外得罪同行，在家对妻儿动辄大呼小叫。他总以为只要名下的透天储额够多，存折的数字够长，晚年就一定能风光自在，谁都得敬他3分。结果70岁那年，他在酒局上突发中风，全身瘫痪，从此只能躺在几十万的进口电动医疗床上。他花大钱请了最贵的外籍看护，用最好的药，可他快乐吗？儿女们平时根本不见人影，好不容易来一趟，进门连句阿爸您今天好不好都没问，直接就在病床前为了透天戳产权和公司股份吵得面红耳赤。大儿子骂妹妹私转资金，小女儿哭诉大哥占尽资源，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完全不顾瘫痪的老父亲就在旁边。林董事长喉咙插着管，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睁大着双眼看着这一切，默默流下悔恨的眼泪。我记得有次去医院探望他，看护正用棉棒沾水，一点点润湿他干裂的嘴唇。
年轻时他为了抢生意不择手段，眼神锐利得让人害怕，如今却只能眼巴巴盯着病房里的时钟，盼着亲人来陪他说说话。可他等来的是什么？大儿子在门外压低声音，冷酷地盘算着信托基金和避税，小女儿则直接在病房里指着大嫂的鼻子为股票和房产大吵大闹。这些话一字不漏地扎进他的耳朵里。他曾经以为金钱能买来一切尊严与孝顺，现在才明白，用金钱和霸道堆砌起来的亲情全是不堪一击的沙堡，海浪一打就没了。他躺在那里，连按铃叫护士的力气都没有，只能在无尽的悔恨中默默咽下苦水。他每天守着空荡荡的豪宅，看着天花板，在孤独和思念里熬日子。他带着满心的怨恨和遗憾，身体痛苦，心里更苦。他恨儿女无情，恨老天爷不公，更恨自己这具不听使唤的残破身躯。这在佛法里就叫做认贼作父。什么是贼？那个骗你无止境去贪婪，去享受，去造业，那个永远填不满的肉身欲望，就是贼。你把它当成主人，为了满足他，把自己的灵魂、善良、厚道，还有原本清净的福气，通通都赔进去了。到头来，当这个贼要把你洗劫一空的时候，你连还手的力气都没有，最后落得个晚年凄凉、卧床不起的下场。对比一下，我们来听一个佛教里的经典比喻，叫做伐狱。佛陀曾说，修行就像过河，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用来渡河的竹筏。当你在水里的时候，竹筏非常重要，你要好好保护它，不能让它散了。可是，当你渡过了这条河，到达了彼岸，你会把竹筏扛在背上继续走路吗？不会的，你会放下它。我认识我们社区里一位捡回收的阿水伯。阿水伯没有什么钱，住在一间老旧的平房里，每天骑着一台破旧的老机车，穿梭在巷弄间整理纸箱和保特瓶。他总是笑眯眯的，见到邻居就点头问好，嘴里常常轻声念着阿弥陀佛。有一次，阿水伯心脏病发作，被送到急诊室。邻居们去医院看他，以为他会很害怕，没想到阿水伯躺在病床上，虽然脸色苍白，但眼神非常平静。他笑着对大家说，这副身体就像我那台老机车了，骑了70几年，零件早就生锈，该报废了，能不能修好看佛祖安排，真的要走。我也是欢欢喜喜地换一台新车。阿水伯后来挺过了那次难关，出院后依然每天笑眯眯地做回收，把卖来的微薄收入一半捐给寺庙，一半买点心分给社区里的小朋友。其实阿水伯年轻时也苦过，做过码头工人，还帮人家背过水泥，落下一身的劳损。他的老伴走得早，唯一的儿子又在国外打拼，一年到头见不到2次面。换做别人，早就自怨自艾，怪老天爷不开眼了。但阿水伯不一样，他每天清晨5点准时出门，把巷口那个总是塞满发臭垃圾的子母车整理得干干净净。他还会在机车踏板上放一包流浪狗干粮，遇到饿肚子的毛小孩就喂上一把。有邻居大姐心疼他，塞给他几百块让他买点补品，他总是推辞说，哎呦，我吃地瓜粥配酱瓜就很香了，这钱你拿去给孙子买文具。出院后那几天，社区里好几个平常受过他恩惠的年轻人自发轮班去帮他整理那些厚重的旧纸箱。大家这才发现，阿水伯的屋子里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一尊观音像，几乎什么都没有。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微光，虽然不刺眼，却让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觉得心里暖洋洋的。这就是真正的看破和放下啊！
有福报的老人家，就像阿水伯这样，早就看透了这一点。他们懂得什么叫借假修真，他们知道这个肉身注定会坏掉，这是假，就像租来的老房子，屋顶漏水了，墙壁斑驳了，门框变形了，这都是自然规律，不用去哭天抢地。但我们可以借用这个短暂的身体，去修炼我们的慈悲心，去积累我们的德行，去广结善缘。这是真。这样的老人晚年不会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我要怎么吃补品活到100岁这种执念上，他们不执着于身体上的一点点病痛，不执着于名利的得失，他们饮食清淡，不杀生造业，心境平和，不与人攀比。他们明白一切外在的物质、名声、地位，甚至是那些保健食品都是虚幻的，唯有心灵的清净，唯有你这辈子种下的善因，才是别人抢不走、时间带不走的真正财富。因为心里没有挂碍，没有那种我还没享受够，我的钱还没花完，我那块地还没过户的贪念，所以等到租约到期，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才能无牵无挂，从容自在，安安静静的，就像睡着了一样。这就是民间常说的寿终正寝，这才是天大的福报啊！朋友们，静下心来问问自己，你现在是在用心修真，还是每天在为那个假的肉身烦恼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晚年有福报的人身上的第二个特征，懂缘起性空，清空心灵的负债。佛说缘起性空，这4个字听起来很高深，很多法师在台上讲的天花乱坠，但其实说白了，它的底层逻辑非常简单，就是世间万物都是因为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才产生的，条件聚了，缘分就来，条件散了，缘分就灭。这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更没有所谓永恒的拥有。晚年过得痛苦的老人家，大多是因为把这份缘分看得太实，抓得太紧。他们把亲人当作私产，把缘分变成了彼此的负担，尤其是面对自己的骨肉，那种执念更是深得可怕。我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见过一位陈妈妈，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陈妈妈的先生走得早，她一个人靠着在客厅做手工代工，去传统市场帮人杀鱼，辛辛苦苦把独生子拉拔长大，从儿子出生、上学、工作到结婚生子，她操碎了心。为了让儿子上最好的补习班，她把结婚时仅有的几件金饰全当了。儿子考哪所大学要听她的，交什么样的女朋友她要亲自过滤，甚至连儿子婚后买房子的头期款都是他拿出一辈子的老本垫上的。因为付出了所有，他觉得自己有绝对的发言权，他总是不自觉地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这辈子都是为了你，我连命都可以给你，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他要求儿子每个周末都必须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吃饭，媳妇如果面露倦色，他就觉得媳妇在摆脸色；儿子如果吃得少，他就觉得是媳妇平常没把儿子照顾好。过年的时候，一顿年夜饭吃得像在上朝，规矩一大堆，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他把儿子当作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拼命呵护，也拼命控制。他以为这就是毫无保留的母爱，可真实情况呢？甚至连孙子出生后，陈妈妈的控制欲也丝毫没有收敛。她坚持要用古法给孙子洗澡，媳妇买的进口婴儿沐浴乳全被她偷偷倒进垃圾桶里。孙子只要稍微咳嗽2声，她就指着媳妇的鼻子骂她不会当妈，连冷气都不准开。大热天把小孩捂得长满痱子，儿子夹在中间，每次想帮老婆说句公道话，陈妈妈立刻声泪俱下，甚至坐在地上猛捶胸口。
我干脆去死一死好了，我省吃俭用供你念到硕士，你现在联合外人来欺负你亲妈啊！直到有一次过节，媳妇因为连续加班实在太累，在厨房洗碗时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盘子，陈妈妈当场大发雷霆，骂得不堪入耳。儿子终于忍无可忍，摔了抹布，拉着还在流泪的媳妇和吓坏的孩子，红着眼眶甩门而出。从那天起，那个曾经被他视为全部世界的儿子，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除了每个月按时汇一笔生活费到户头，再也不愿踏进这个充满压抑的家门一步。陈妈妈赢了所有的口舌之争，却彻底输掉了一个家。到最后，儿子受不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爱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最终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带着媳妇彻底搬到了别的县市，连过年都找借口说要加班，不回来了。陈妈妈晚年过得非常痛苦，每天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以泪洗面，只要邻居来串门，她就开始诉苦，痛骂媳妇是狐狸精，说儿子不孝顺，说自己付出了那么多，苦了一辈子，却养出一只白眼狼。他心里那个恨啊，就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让他整夜的失眠，最后得了一身的慢性病。这就是很多父母晚年痛苦的根源，无法接受儿女不听话，无法接受儿女有自己的生活，总觉得我付出了，你就必须回报，我生了你，你就得归我管。这在佛法里就是一种深深的执念，也是一种庞大的心灵负债。你以为你是债主，其实你是被这条无形的锁链牢牢地拴在了痛苦的地狱里。佛陀曾经开导过一位失去爱子、陷入疯狂的母亲，名叫吉沙弥陀。他唯一的孩子病死了，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抱着孩子的遗体在大街上到处求人救活他。乡亲们都觉得他疯了，无能为力。后来有人指引他去见佛陀，佛陀看着他，没有直接用空洞的道理去说教，而是温柔地对他说，我可以救你的孩子，但你需要去城里，找一户从来没有死过亲人的人家，向他们要一粒芥菜籽来做药。吉沙弥陀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立刻挨家挨户地敲门，请问你家有芥菜籽吗？有啊。那请问你家曾经有人过世吗？别提了，我父亲去年才刚走，他换了一家又一家，这家的祖父走了，那家的幼子夭折了。在寻找芥菜籽的过程中，吉沙弥陀敲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有一户人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开门迎接他。老妇人听完他的请求，眼眶瞬间红了，指着屋里空荡荡的竹床说，孩子，我家的芥菜籽多得很，但你来晚了，我那才刚满20岁的孙子，上个月去河里捕鱼，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全家到现在连他的骨肉都没能找齐啊。接着他又走到一户大户人家，本以为有钱人家或许能避开生死的劫难，没想到出来的管家叹着气告诉他，我们家太太难产，昨天夜里连同肚子里的双胞胎一起走了，老爷正哭得晕死过去呢。吉沙弥陀站在喧闹的街道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发觉这世上每一个看似平静的屋檐下都隐藏着无法愈合的伤疤。富贵也好，贫穷也罢，在生死面前，所有人都是一样脆弱和无力。那一刻，他原本被悲痛蒙蔽的心眼瞬间被一丝顿悟的光芒照亮。走遍了整座城，他才震惊地发现，家家户户都有亲人离世的悲痛。这世上根本不存在从来没有死过人的家庭。夕阳西下的时候，吉沙弥陀终于恍然大悟，生死是自然规律，聚散是因缘和合，没有人
能永远抓住谁，哪怕是你最亲爱的骨肉。他平静地埋葬了孩子，跟随佛陀出家修行，最终证得了阿罗汉果。儿女也是一样，佛早就告诉我们，儿女有儿女的因果，他们是借由你的肚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客人，是来报恩、报怨、讨债、还债的。缘分深浅，老天爷早就注定好了。他们有他们自己要闯的关，有他们自己要吃的苦。你帮不了他们的人生，更背不动他们的业力。就算你把路全铺平了，他们该摔的跤，一跤也不会少。真正懂缘起性空的老人家，懂得清空这种心灵的负债，他不欠别人的，也不觉得别人欠自己的。年轻时如果在无意中伤害过同事、亲友，晚年他会找机会主动道歉弥补，哪怕对方不原谅，他自己把执念放下了，心里也踏实了。面对儿女，他更是做到了不强求、不控制。儿女事业有成，买车买房，他不会到处去炫耀。儿女日子过得紧巴巴，他也不会成天在一旁碎碎念。儿女孝顺常来看他，他欢喜接受；儿女忙碌不常来，他也绝对不打亲情牌去情绪勒索，而是默默在佛前点一盏灯，祝福他们平安。这样的老人心里没有疙瘩，没有委屈，没有那种我亏了的不甘心。他明白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缘来我惜，缘去我放。走的时候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当然能走得安详从容。这才是真正的福报。有了前面的观念打底，我们来谈谈第三个特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最致命的一点，身上要有清净气，不乱能量场。晚年有福的人，就像一个完好无损的聚宝盆，从不往外漏能量。他们身上有一种清净气，说话慢条斯理，遇事不急不徐，不悲不喜。这种气场不仅能滋养自己的五脏六腑，还能感染身边的人。你只要靠近他，坐在他身边喝杯茶，就算什么都不说，你也会觉得心里很安静，很舒服。反观我们身边，为什么有些老人越老越不受欢迎？去公园泡茶，没人想跟他坐一桌，晚年过得凄凉，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充满了怨气和戾气，每天都在漏福报，把自己的能量场搞得一团糟。特别是下面这两个损耗能量的致命习惯，如果你有，一定要马上改掉。第一个漏福习惯是爱抱怨，抱怨老天不公，抱怨儿女不孝，抱怨媳妇网购太多，抱怨菜市场的菜又涨价了，抱怨电视新闻里的政客太烂，甚至出门踩到水坑都要骂上10分钟。佛说，怨气是最伤人的，也是最耗福报的。我们常说口业，你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吗？语言是有强大磁场的，怨气一出，福报全无。当你抱怨的时候，你浑身上下散发的都是黑色的负能量。中医常说，怒伤肝，悲伤肺，思伤脾。你每天抱怨，这股怨气排不出去，就会堵在你的胸口，直接伤害你的五脏六腑，让你胸闷、失眠、全身酸痛。更可怕的是，这种负能量会把身边原本想靠近你的人通通赶跑。谁喜欢天天听人倒垃圾呢？一开始，儿女还会耐着性子安慰你2句，久而久之，他们一看到你的来电显示就觉得头痛，能不接就不接。亲戚朋友远远看到你，宁愿绕路走，也不想听你诉苦。你的世界越来越小，能量越来越弱，福报自然漏得一干二净。我给你讲一个常在庙里听到的真实故事。我们社区有位陈阿嬷，平时很发心，常去庙里做环保义工，但就是有一张停不下来的刀子嘴，
心里也装不住事。他每天一边坐在小板凳上挑菜，整理回收物，一边跟旁边的师兄师姐抱怨，一下念叨儿子偷买重机乱花钱，甚至连早市的一把空心菜涨了5块钱，他都要气呼呼地骂上老半天。其实陈阿嬷的心地并不坏，他只是习惯了用放大镜去看别人的缺点。前阵子庙里办大型法会，大家忙得不可开交，他不过是多洗了2篮高丽菜，就到处跟人抱怨自己腰酸背痛，还顺带酸了另外几位师姐几句。那些穿得漂漂亮亮的贵妇，只会站在佛像前念经装样子，粗重活全丢给我们这些苦命人做。这话传进人家耳朵里，原本和睦的道场气氛瞬间变得尴尬冰冷。不仅如此，他还常常为了排队领供品这种小事跟人起口角，总觉得自己吃亏了。渐渐的，大家看到他来，都默默端着脸盆换个位置，没人想坐他旁边听他倒垃圾。有一天，庙里的师傅把他叫到跟前，抓了一把盐，让他放进一个小玻璃杯里搅和搅和喝下去。陈阿嬷喝了一小口，整张脸五官都皱在了一起，连连摆手说：“哎呦，师傅，好苦，好咸啊，吞不下去了。”师傅没说话，又抓了一把一样多的盐，带着他走到庙后院那口大水缸前，把盐撒了进去，然后舀了一瓢水让他喝。阿嬷，这次味道怎么样？师傅笑着问。陈阿嬷尝了一口，说：“很甘甜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师傅点点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阿嬷啊，生活里的这些不顺心，儿女的琐事，就像这把盐，它的咸淡不在于盐有多少，而在于你是用小杯子去装，还是用大水缸去装。你天天抱怨瞎操心，把自己的心量弄得像个小玻璃杯，随便一点委屈和看不惯，就把你苦得连声叹气，连带把周围人的亲近气也给搅浑了。想要晚年有福报，你得把心放宽，变成那口大水缸，外面的纷纷扰扰落进去，自然化得干干净净，这清净的福报才留得住啊！你去想想，那些每天在道场里笑眯眯的师兄师姐，难道家里就没有一本难念的经吗？人家只是懂得把心量放大，不去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得失。你这张嘴原本是可以念佛号积功德的，现在却全拿来造口业漏福报，把身边本来想亲近你的人都赶跑了，这划算吗？听到这里，陈阿嬷愣住了。他看着水缸里倒映出的自己那张布满愁容的脸，终于红着脸低下了头。从那天起，他来做义工时，嘴里抱怨的话少了，遇到看不惯的事，也懂得先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了。佛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公案，昔日寒山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笑着回答：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就是不抱怨的最高境界，这叫忍辱波罗蜜。人生哪有绝对的顺遂？别人家看起来光鲜亮丽，关起门来一样有一本难念的经。那些晚年有福的人，懂得接纳生活的不完美。如果有人借了钱不还，或者有亲戚在背后说你坏话，与其气得半死，逢人就抱怨，不如坦然接受这就是自己过去世结下的恶缘。与其抱怨，不如把这口气省下来，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当作是在消业障，让心境保持清净。你心定了，那个坏磁场就干扰不到你。第二个漏福习惯是瞎操心，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很多老人家一辈子劳碌命，
年轻时为了生计操心工作，老了退下来，明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清福，心却还是停不下来。他们就像是全家的纠察队，儿女买什么车要管，孙子上什么补习班要管，假日去哪里玩要管，甚至连媳妇买了什么化妆品，娘家送了什么礼物都要管。每天在家族的群组里转发各种未经证实的长辈图和偏方，只要年轻人不回复，就开始生闷气，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你以为这是关心，是长辈的责任感，但在别人眼里，这叫越界，这叫控制。管得越多，吃力不讨好，得罪了人，还让自己活得心力交瘁。儿女长大了，成家立业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福报和业力，他们在职场上跌倒了，是他们该受的磨练，他们在婚姻里吵架了，是他们该学的功课。你过度干预，不仅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还把自己晚年的清净心给赔进去了。晚年有福的人懂得难得糊涂，该闭嘴的时候绝对闭嘴，该装瞎的时候彻底装瞎，把心思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早上出门散散步，去庙里拜拜佛，听听经，下午跟老朋友喝喝茶，下下棋，不过度操心，能量就不会流失，福报自然就会像清澈的泉水一样，慢慢积累在你这个清净的容器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说了这么多深刻的道理，很多老人家会说，我都懂，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我看到他们做错事就想念，我该怎么办？别担心，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个救命药方，这不需要你花1毛钱，也不需要你去深山里打坐，只要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在日常生活中跟着做这3个微小的改变，我保证你流失的福报会一点一滴的倒流回来。第一帖要，睡前3分钟的清空观心法。每天晚上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深呼吸，花3分钟的时间，把今天遇到的人、发生的事，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过一遍。然后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今天不管谁惹我生气，不管我受了什么委屈，都已经过去了，一切都是虚幻，我都放下了。把心里的垃圾倒干净，不要带着怨气入睡。你心里清空了，明天的福报才装得进来。第二帖要，开口前的停顿3秒法则。当你看不惯儿女的做法，想要开口教训他们，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想要张嘴抱怨的时候，请你强迫自己把嘴巴闭紧，在心里默数1、2、3，就这短短的3秒钟能救你的命。利用这3秒钟问自己一句，我现在说这句话是能解决问题，还是只会制造怨气？如果只会制造怨气，那就把话咽下去，改成在心里默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顺其自然。管住嘴就是守住福报最大的窍门。第3帖要，切断控制欲的默默祝福法。当你又开始为儿女操心，担心他们钱不够花，担心他们夫妻吵架的时候，请你立刻切断这种焦虑的连结，告诉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有他们的神明在保佑。然后把你的操心转化为祝福，在心里默默对他们说，我相信你们有智慧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我祝福你们平安顺遂。当你不再索取控制权，不再过度干预时，你的磁场反而会变得很强大，家庭的关系也会奇迹般的变得和睦。人生短短几十年，就像一场大梦。年轻的时候，我们拼了命的赚钱，拼了命的往上爬，总以为只要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就能换来一个体面、安详的晚年。可到了满头白发的年纪，看着身边老友的病痛与离去，
参加了一场又一场的告别式，我们才彻底恍然大悟，原来钱财真的买不来健康的身体，买不来儿女真心的陪伴，更买不来临终那一刻的从容自在。晚年的福报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阎王爷随机发放的，它是你年轻时、中年时，甚至就是从现在你看着荧幕的这一刻开始，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点一滴修来的。真正有大福报的老人家，身上都带着那股通透的清净气，他们不执着于肉身的衰老与病痛，因为他们懂得借假修真，知道这副皮囊只是修行的旅店。他们不纠结于儿女的疏离与聚散，因为他们明白缘起性空，懂得清空心灵的负债，把所有的牵挂化作云淡风轻的祝福。他们更不抱怨生活的不完美，不操心那些不该管的闲事，因为他们知道，守住自己平静的能量场，才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慈悲。朋友们，老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带着满心的怨恨与遗憾离开。所谓真正的福报，就是当我们走到人生边缘，要挥手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心里连一点点的疙瘩都没有，没有亏欠，没有怨恨，没有执念，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走得安安静静，走得自自在在，这才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成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像一盏温暖的灯，照亮了你心里某个角落，恳请大家动动你结善缘的手指，给我点个赞，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会在这里持续为大家分享更多直击人心的佛学智慧，也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关心的亲人朋友。你分享一次，就是在为自己积累一次无量的福德，让更多人能放下执念，拥抱安详的晚年。最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希望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你的善言或者是祈福。你可以写下愿家人平安健康，无疾而终，也可以写下看破放下，得清净心。当我们几万人、几十万人都在这个留言区里留下善念的时候，这里就会汇聚成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巨大磁场。这股温暖的福气最终都会原封不动地回向到你和你深爱的家人身上，一起积德行善，一起收获福报。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们种下的善念。漫漫人生路，相逢即是缘。如果你愿意让这份平静与智慧继续陪伴你的每一天，不妨轻轻点击一下关注与订阅。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一起修心养性，把生活过得更加从容自在。感谢你的善意与停留，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阿弥陀佛。